2002年4月的时候，大马警方接到一通投报电话，报警的人表示，在 Selangor 的 Taman Rimba Temple 发现了一辆可疑的轿车。随后，警方依据轿车的登记资料确认了车主的身份后，发现车主是住在吉隆坡云顶吉冷路的一间公寓，于是便上门找人。然而，当警方破门而入的时候，竟然看到整个屋内的地板上都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。据悉，事发现场的情况非常可怕，从客厅到房间有一条长达20尺的血路。客厅躺着2具满身都是血的遗体，警方随后发现房间内也有1具遗体。可以说，当时的屋内充斥着血腥和恶臭味，连在场的警察和公寓保安都受不了。在现场发现的3名受害者都是女子，而且其死状真的是十分恐怖。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又和谁有着怎么样的深仇大恨，才遭到如此这般残忍的重手呢？经过警方初步判断，其中1名女子是在客厅的时候被重物和长刀所伤而导致死亡。第2名女子则是在走出房门的时候突然被袭击，还被砍断了1根手指。在她躺着的地板上还发现了一些碎发。最后1名躺卧在房间里的女子身上有多处伤痕，证明生前受尽折磨，身上还有刀伤。致命的一击是因为感染者用重物不断的敲击她头部，导致爆裂而死。随后，警方马上封锁现场，开始调查。然而，在收集证据的时候，怎么也找不到3名女子的身份证件，以及感染者用来攻击他们的凶器。接着，警方更发现了一些疑点，因为在案发单位并没有发现这些女子任何的生活痕迹，她们就像来到访的客人，而不是住在这里的居民。不但如此，屋里除了一些家居用品，根本找不到女性衣物，也没有找到女性才会用到的私人物品，所以这一点更是验证了这3名女子只是客人的推断。然而，这起案件在警方一开始处理的时候就遇到棘手的问题，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，警方在事发现场怎么也找不到身份证件的情况下，没有办法确认这3名女子的真实身份，唯有根据她们高挑的身材和白皙的皮肤，由此来推测她们是年龄介于20多岁的中国籍女子。加上那时候正流行着中国小龙女，因此这3名女子很有可能是提供特殊服务的风尘女郎。不久呢，遗体的解剖报告结果出炉了，法医表示3名女子都是被非常锐利的重物攻击致死，而且可以看得出来，感染者每一刀都是非常重手的，就好像是杀不到你就不罢休一样。这样的手法有句话可以用来形容，那就是刀刀入骨，刀刀致命。经过一连串的调查后，警方并不排除迫害3名女子的是同一个人，而且感染者极有可能是有预谋要对其中1名女子下手，但不巧被其他2人撞破，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在场的所有人都杀了灭口。但这一切都只是警方的猜测，并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事情的发生就是如此。由于其他的证据也太少太模糊，警方当下也无法展开更进一步的调查。然而，我在开头的时候曾经有提到那辆可疑轿车，那它的主人到底是谁呢？以眼下的情况来看，这辆车子的主人可以说是破案的关键人物，只要找到他，这起案件肯定能有所突破。原来这名车主的名字叫做杨俊平，来自柔佛州永平，时年34岁。他毕业于拉曼大学资讯工程系，2001年从一家金融公司离职。他在求学期间曾住在这个吉隆坡地沙文良港，并在案发前约5年租下该案发单位居住。在警方掌握了车主的基本身份资料后，为了更加了解杨俊平这个人，也为了更容易找到他，不管是他的前屋主、案发单位的屋主以及附近的邻居，警方都一一做了询问和调查。
当然，警方也去了杨俊平的家乡永平，希望可以找到他的人或是任何的蛛丝马迹。但事与愿违，杨俊平平时都不跟其他人有什么深入的交流，甚至邻居声称很少看到他出门。在一连串的调查下，警方也只是掌握到了杨俊平的样貌，得知他是一名皮肤很白、又高又瘦的男子。因此在这整起案件中，杨俊平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谜。在这起案件发生不久后，当时坊间开始流传着一些传言，有人说这3名女子的其中一人是杨俊平的太极妻子。那流言从何而来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警方虽然对这些没有证据的传言保持着怀疑的态度，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，把3名女子的 DNA 交给了泰国警方进行核对。然而最后的结果也是让人失望的，3名女子的身份到现在依然没有答案。就这样，这起血腥又可怕的悬案慢慢的被人遗忘了。关键的车主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自此失去了有关他的任何消息，就连3名受害者的身份都没有弄清楚。当时的警方也不知道该继续从哪下手调查。我想执法单位应该也很无奈吧。但是小南在收集资料的时候，曾经觉得很疑惑。如果大马警方能够把 DNA 交给泰国核对，那为什么当初不送去中国核对呢？毕竟根据警方的推断来看，他们认为案件中的女子很有可能是中国人。如果当时大马警方有把这个 DNA 送去中国验证，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？但毕竟我并没有完全知晓当时的情况，可能也没有资格对这些事情说三道四的。只能说这些年来发生的命案真的是太多了，一件惨案的发生，在后来又被另一件惨案覆盖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些悬案永远都是悬案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时代的发展，到底有没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呢？我真心的希望过去的悬案总有一天会得到答案。就算挽回不了失去的生命，也希望这些犯罪的人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应有的责任，而不是逍遥法外。甚至他们可能会毫无忏悔之心的想着，哇，原来我犯罪可以不用受罚，我还是可以过得很好。只能说这样的风气继续下去，最终一定会导致我们的社会沦落到一个无法挽回的地步。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了哦，再次感谢你的收看和支持。小南的频道呢，终于突破5万的订阅数啦！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订阅小南频道的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其实有什么故事想要我说的，也可以留言。不过有一些的资料真的太少了，所以没有办法说。那我会尽力的。然后也很谢谢我的一些男粉，就是每次一上新的影片就会看到他们啦，我几乎都把他们记住了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，各方面也是努力调整中啦。那还有许多影片也加了英文字幕，那只看中文字幕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点击这里关闭英文字幕哦。最后的最后，小南现在每个星期都会更新3支影片啦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，么么哒。